圭亚那共和国国父、开国总统中亚瑟却是一名华裔，他是如何当上拉美国家总统的？说点真实的。1860年，清朝政府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在北京分别与英国、法国、俄罗斯帝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。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被总称为北京条约。条约内容的第5条写道：中国臣民有完全之自由选择与英国臣民签订合约，前往外洋英国属地劳工。英国得在中国之任开放口岸，再运此等劳工与其眷属出洋。这就成为了一部分中国人远赴国外成为海外劳工的时代背景。而之所以允许中国人出洋务工，会在条约中单独列出，是因为英国废除黑奴贸易，印度劳工也停止招收，英国的多数殖民地出现了劳动力匮乏的问题，英国人便将目光转向刚打开国门的中国。一部分中国人还能体面出洋找一份花力气的工作，而更多的中国人被以卖猪仔的形式进入了海外。英国在中国招到了第一批近800多人的中国劳工，运载劳工的航船从厦门出发，历经177天才到达英国的殖民地。船上的卫生条件极差，食物又相当匮乏，中国劳工们忍受着饥饿，还要与因环境造成的疾病做斗争。在缺少医疗措施的情况下，177天的航程导致了69名劳工死亡。但这仅仅是个开始，在海外，华人劳工干着比白人劳工多数倍的工作，却领着相当微薄的薪水，还经常遭到鞭打和谩骂。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中国劳工开始哗变，差点控制了一艘货船，但结局也只是差点控制了一艘货船，不久便被镇压下去。一部分华人劳工被分配到了英国殖民地圭亚那，在圭亚那的甘蔗种植园工作。可以想象的是，当时选择海外劳工的多半是男性，在圭亚那工作生活的华人为了繁衍生存，只好同一样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女性结合，在圭亚那形成了中非混血儿群体。华人劳工们每天在甘蔗种植园受到残忍的剥削，每个月只有4美元的工资。最重要的是，劳工合同到期后，华人劳工需要支付50美元的船票钱才能回到中国，这就导致了很多出洋华人劳工一辈子都没有回到祖国，被迫留在了圭亚那。我们先来说下圭亚那。圭亚那共和国位于南美洲北部，国土面积为21.5万平方公里，这一面积其实并不小，放在欧洲也比英格兰还要大上一圈。但在南美洲国家面积普遍较大的情况下，圭亚那显得十分渺小。在这21.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有着80万的人口数量，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中等城市。拉美地区肯定是存在原住民的，圭亚那的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。但我们都知道，在大航海时代，西方人来到了美洲土地，建立起了新的主体社会，将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赶尽杀绝。如今，圭亚那的印第安人只占圭亚那的总人口的9%，总数不超过7万人。在17世纪时，荷兰成为了圭亚那的第一个殖民统治者，然后荷兰将圭亚那转让给了英国。19世纪30年代，英属圭亚那正式成立，成为了英国在南美洲的重要据点。从此开始，圭亚那经历了135年的漫长殖民时期。虽然圭亚那被英国殖民了135年之久，但白人并不是圭亚那的主要人口构成。圭亚那最主要的人口构成反而是印度人。如果我们打开地图会发现，印度与南美洲的圭亚那相隔万里。印度人是如何来到圭亚那的，又是如何成为圭亚那重要人口组成？这就不得不提到当年的日不落帝国，19世纪的英国。其殖民地多到英国国旗出现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。从另一个角度讲，英国的国旗永远在太阳的照耀之下。当时圭亚那和印度都是英国的殖民地，圭亚那劳动力匮乏，而印度人口众多，英国人便把大量的印度劳工运到了圭亚那。印度人可以说是最早一批来到圭亚那的海外劳工。在英国停止运载印度劳工来到圭亚那后，华裔劳工才成为圭亚那的劳动主力。但华裔人口的比重也并不多，只有圭亚那总人口的4%。除了我们提到的华裔第一代劳工生活比较艰苦以外，华裔劳工们凭借着上一代的积累和华人自身勤奋的天性和商业头脑，开始在圭亚那做起了生意。手中有积蓄的华人开始购买农田或经营杂货铺、洗衣店和餐馆。这一部分生活逐渐好起来的华裔后代中，
就有着后来圭亚那开国总统中亚瑟。中亚瑟1918年出生在当时仍然是英国殖民地圭亚那的西岸德梅拉拉的温莎森林。中亚瑟的上面还有7个哥哥姐姐。中亚瑟是其父母的第8个儿子。中亚瑟父母的祖籍在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，本身就是客家人的父母对教育比较看重，加上中亚瑟是家中最小的成员，中亚瑟从小就没有吃什么苦，并从小开始上学，在德梅拉拉本地一直念完了高中。在那个年代，高中毕业已经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人了。一开始，中亚瑟在英国殖民政府矿产部门做学徒工，没多久就成为了一名见习土地测绘员。通过考取一系列的专业证书，中亚瑟最终成为了一名注册测量师。听起来这与总统的身份还相差甚远。中亚瑟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的测量师成为了一名开国总统的呢？在当时，圭亚那还以种植甘蔗等种植业为主的时代，作为一名测量师还是非常舒适的，不用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工资待遇还非常不错。在那个大多数人目不识丁的年代，中亚瑟在当地也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，当然只是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。中亚瑟就这样舒服地过着日子，但其内心并没有因为舒服的日子所麻痹，反而正是因为他上过学，有知识，在亲眼见证了殖民者对华裔劳工和当地劳工的不断压榨和迫害后，作为知识分子的中亚瑟认为，只有法律能够改变这一现状。于是中亚瑟便开始学习法律，希望通过法律来帮助这些劳工们获取他们的合法权益，改变劳工被不断欺压的社会乱象。中亚瑟自己工作了几年，身上有一些存款。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法律后，中亚瑟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生活几十年的地方，远赴英国系统地学习法律。也许是因为中亚瑟极强的目的性，短短几年，中亚瑟便加入了伦敦4大律师工会之一，然后在1947年取得了大律师的资格。学成之后，中亚瑟并没有留在英国，因为他并没有忘记他的初心，回到圭亚那，开始维护华裔劳工、海外劳工等一众底层人民的合法权益，成为了一名法官，并积极地投身在各种维护人民权益的活动中。在随后的多年，中亚瑟与当时的圭亚那独立运动的主要领袖福布斯·伯纳姆一起建立了人民进步党，带领着受到压迫的底层圭亚那人民对抗英国的殖民统治。在拉丁美洲有一句一直流传的话：“我留下来抵抗，让我的子民先走。”这句话正是出自中亚瑟之口。通过艰苦卓绝的抵抗，1970年圭亚那宣布独立，伯纳姆成为了开国总理，而中亚瑟成为了开国总统，同时也是拉美地区第1个华裔总统，领导圭亚那共和国向前发展了10年。在中亚瑟担任总统期间，圭亚那开始与中国建交，促进彼此友好往来，经常在国际场合提及自己的祖籍在中国广东梅州。中亚瑟从未忘记自己是一名华夏儿女。